守护黑猫。过完农历年后，生活又回到了日常轨道。我依旧上着大夜班，每天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租屋处。那天和往常一样，我搭上了最后一班捷运。车厢里冷冷清清，只有零星几个乘客各自闭目养神。出站后，街道更是意外的安静，可能因为过年的关系，大部分人都回家团聚或出国旅行，整个城市仿佛陷入了短暂的沉眠。空气中带着淡淡的凉意，我裹紧了外套，沿着小巷朝租屋处走去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感觉到一股异样的视线，像是有人躲在暗处注视着我。我下意识地回头，但四周只有昏黄的路灯和拉长的影子，没有一丝人影。我安慰自己可能是多心了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加快，刻意绕了远路，直到确定四周无人跟随，才走回家中。回到家，我将门锁好，检查窗户后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大夜班累得不行，我简单洗漱后就躺在床上，准备休息。然而，脑海中却不断回想起刚刚的情景，那种被盯着的感觉仿佛仍在身上萦绕，挥之不去。隐约中，我感觉到房间里有些不对劲。房间的角落似乎比平时更暗了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吞噬那片阴影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想确认是不是灯光的问题。然而，当我再次望向那角落时，心脏不禁漏跳了一拍，一个高大的黑影正站在那里。那黑影的轮廓模糊不清，但身形异常的高大，几乎要顶到天花板。它的存在像是一个巨大的压迫感，让整个空气都变得凝重。我僵在床上，浑身无法动弹，连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。黑影开始缓缓向我靠近，步伐没有声音，但每一步都像敲击在我的心上。当他伸出手，试图触碰到我时，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直冲全身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声低沉的喵叫划破了寂静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床上，是一只全身漆黑的猫。黑丸，我难以置信地低喃着。那是我养了多年的黑猫，但它已在去年冬天因病去世。那段时间我痛哭了好久，甚至一直梦见它，觉得自己怎么样都无法真正放下。黑丸抬头看着我，绿色的眼睛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它发出威胁的低吼声，直直瞪向那黑影。随即，它跳到我的胸口，四肢张开护住我，仿佛在向那黑影宣告：这里是我的地盘。黑影似乎有所忌惮，停下了脚步，甚至开始向后退去。然而黑丸并没有松懈，它猛然向黑影扑去，利爪闪过一道寒光，狠狠地挥向它。那黑影仿佛遭受重击般消散在空气中，只留下一股刺鼻的寒气。黑影消失后，房间又恢复了平静，四周的压迫感随之消散。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终于能够动弹，喘着气抚摸着黑丸的背。他轻轻蹭了蹭我的手，尾巴摇了摇，像是在安抚我不要害怕。黑丸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喃喃地问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黑丸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身边，用他那双绿色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我。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，所有的恐惧、不安和思念全都涌了上来。我抱着他，感受着他的温暖，仿佛他从未离开过。天快亮时，黑丸跳下床，走到房间的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身影渐渐消失在晨曦的光芒中。我知道他只是来看我，确保我没事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再也没有遇到那晚的黑影，也不再感到被注视的异样感。我想黑丸一直都在默默守护着我，即使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每当我想起黑丸的样子，心中总会涌上一股暖意。它不仅是一只陪伴我多年的宠物，更是一个无声无息的守护者。在那个深夜里，它用自己的方式驱散了黑暗，也让我明白了爱与守护的力量，即使跨越了生与死，也依然存在。如今，我的手机里仍然保存着许多黑丸的照片。每次看到它微微翘起的尾巴和神气的模样，
我都会忍不住露出微笑。因为我知道，无论他在哪里，他都会一直守护着我，像那个深夜一样，默默地陪伴在我身边。